你太能演了，你太想演了，你恨不得抽一根烟能抽出18种花样来，这样抽这样抽，不知道怎么抽好了。人家就一个状态保持了一直，那可不把你甩了10万8千里吗？你看人家多深动啊，但你在你眼里头，他怎么不动呢？一直是这状态。王宝强就这样。段奕宏是这么评价王宝强演技的，可能段奕宏都没想到，几年后他也演了一个类似树先生的角色，那就是2017年上映的《暴雪将至》。他饰演的于国伟与树先生抽闷烟形象不同的是，老于这个角色是将人物的尴尬点放在了他的穿衣风格上，夹克下摆永远是紧口的，时不时的露出红色打底，他会不断的拉扯遮羞，这种尴尬就像老于这个人一样。还有他绿色的裤子，包裹着有点内八的双腿，加上有点外八的跑姿，让人感觉这老于是有点自我在身上的。就像他的工作，一个工厂保卫科的干事，平时为了工厂抓了不少小偷，也因此得罪了不少手脚不干净的工友。老于还被他们戏称为于神探，可老于只认为这是工友们对他的工作的认可。后来老于更是被评为工厂的劳模，这下他心里更加笃定自己就是干侦查的料。评选结束，工友们怂恿老于请吃饭，期间不断夸赞老于破案能力强，生来就是当警察的料。在旁人看来，这句话不过是同事间的吹嘘调侃，可老于内心却盘算起了更大的计划，因为他的梦想就是想要当一名警察。但毕竟一个是事业编，一个是在岗工人，中间隔着好几条街呢，所以老于必须想办法实现阶级的跳跃。很快，一件轰动全城的连环杀人案成了老于翻身的契机。最近城中发生多起妇女被奸害的案子，但由于连日来的暴雨天气严重破坏了案发现场，因此导致警察查案进度缓慢。而恰好老于被警察临时征用，负责维护案发现场的秩序，但老于的内心却无比自豪，甚至还装模作样的对案发现场进行拍照，以作日后自己查案备用。老于这是想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抓住凶手，说不定真的能破格成为警察。于是为了获取点线索，老于找到一名老警察打听情况。老警察见老于还挺能干，会时不时的透露点案情给他，而老于也说干就干。他先是让徒弟假装受害者，两人一块还原案发经过，可经过各种测试却没有找到一点灵感。然而就在老于垂头丧气时，不远处大马路上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起身立刻追了上去。可等经过盘问，这个人不过是个好奇的吃瓜群众，并不是案件嫌犯。虽说如此，但这人却给老于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那就是上一个受害者身份是灯球广场的舞女。老于心想，这是个机会，如果能在灯球广场找到更多的线索，这案子不就破了吗？于是老于立刻去了灯球广场，结果刚进去就被一个大姐盯上了。于是为了获取线索，老于准备不惜牺牲色相，殊不知大姐单纯的就是骗个色呀。她撒谎告诉老于，最近广场确实有个鬼鬼祟祟的男人，经常站在犄角旮旯里，不怀好意的看着广场内的舞女。老于将联系方式留给大姐，说是再见到这个人一定要及时告诉他。结果一连等了1周也没等到消息，老于急了，再次找到大姐。结果这大姐一听哈哈哈的笑了足足3分钟，就像是在嘲笑你这弟弟可真会当真呐，姐姐当然跟你开玩笑呢。老于很无语骗我色咱就不说了，得亏还没骗我钱呢。可就在老于一筹莫展之际，第二天又在同一片区域发现了新的受害者，同样是中年妇女，同样是被割颈而死。老于一看这情况，顿时兴奋的再次跑到现场，想着能不能进去帮个忙，以便自己寻找点线索。可熟悉的老警察不在，老于只能找副领导谈谈，但副领导的一番话让老于着实有点挂不住脸面了。你记着啊，以后守点规矩，别没大没小，要知道自己是谁。这番打击让老于郁闷了，就连最喜欢的钓鱼他都提不起兴趣。钓鱼？老于瞬间想起了一个能让凶手主动浮出水面的办法。跪，撅着。梦想成为一名警察的老于，他先是让徒弟假装受害者，两人一块还原案发经过。在没有监控、没有目击证人，还连下了几天大雨的情况下，想要破获一起连环杀人案，可能性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但身为一个保卫科的干事，梦想成为一名警察的老于，对于眼前的困难可以说是不屑一顾。不就是没证据吗？我自己造不就完了？只见他为了引出凶手，假装在案发现场附近捡到了一串钥匙，然后贴在了工厂的失物招领处。接下来就是蹲点。就这样，老于和徒弟一连蹲了3天。
连班都没去上。果然在一天下午，一个穿着雨衣的人站在失物招领处前，老于想要小心翼翼地靠过去，结果不靠谱的小徒弟不小心碰到了警报器，声音刺激到雨衣人，雨衣人撒腿就跑进工厂里。老于见状撒腿就追啊，他的内心无比激动，并笃定这人一定就是凶手，不然不会一见到他就跑。然而老于显然小看了雨衣人，对方在工厂内不断穿梭，很明显这人对工厂十分熟悉。然而眼看雨衣人越跑越远，结果徒弟有一个心急，谁知他一个伸手竟然抓住了电线，只听啪的一声，徒弟从楼梯上摔了下去。老于见徒弟很快就坐了起来，以为没什么大碍，转身就继续去追雨衣人了。没多久他就追到了工厂外，甚至还和雨衣人纠缠厮打在了一起，可结果全都被对方挣脱跑了。终于在翻过一个小土坡后，雨衣人消失在了公路上，嫌疑人追丢了。老于这才想起刚刚触电的徒弟，然而就在他将徒弟送去医院的路上，前一秒还很精神的徒弟，下一秒就变得奄奄一息，没说两句话就死了。等老于将他送到医院时，为时已晚，徒弟死了，老于很伤心。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啊，这时老于恰好赶上97年下岗浪潮，他被迫下岗了。保卫科的干事当不成了，老于将所有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查破案件、翻身成了警察的事情上。可一连好多天案件都没有进展，于是他去了老相好燕子那里消遣。燕子是个风尘女子，老于曾经救过她，所以两人一来二去就好上了。谁知这天晚上，老于突然看到燕子有张很漂亮的照片，于是想要索要。燕子以为老于是因为喜欢，所以想要收藏，便满心欢喜的给他了。殊不知此时的他已经成为老于引诱凶手出动的工具。没几天，老于特意斥巨资给燕子盘下了一间理发店，说是以后他都不用去上班了。燕子很感动，可他不知道的是，老于每天晚上都没有离开，而是悄悄躲在理发店不远处的餐馆内观察这一切。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呐，这天晚上老于真的发现了一个看起来很猥琐的男人不断在理发店前徘徊。老于觉得这人很熟悉，于是去工厂查看了职工人员表，果然他找到了这个人。这时一帮的同事告诉他，这男人曾经因为猥亵女人被拘留过。这个消息给老于很大的鼓舞，他紧接着偷摸来到了男人家，发现他们家竟然是卖刀具的。看着各种各样的刀具，再联想起过往的受害者全都是因为被割颈而死，种种巧合在一起，那他就不是巧合了。因此老于笃定这男人一定就是凶手。然而还没等他动手呢，燕子这边出事了。女人被坐在天桥上，一个后仰，火车轰鸣着疾驰而过，女人死了，就像是没有来过这个世界上。一旁与他相好的男人震惊的久久说不出话来，因为他知道燕子自杀的原因全都是因为自己。原来老于利用燕子引诱杀人犯的事被他看到了。看着日记本中老于记录的案发细节，燕子没想到最后一张竟然是自己的照片，他很震惊，甚至老于盘下理发店送给他全都是老于的计划。燕子原本就是个看淡红尘的风尘女子，要不是他认为老于是真心对的，他不会活这么久。这一次的欺骗让燕子彻底没了活下去的理由，殊不知燕子的死也直接刺激到了老于，他愤怒地绑架了之前查到的猥琐男，并将其带到连环杀人案的案发现场。可男人哭着喊着自己不是凶手，自己没有杀人，但此时失去理智的老于根本听不进去，因为在他的意识里，这个男人就是凶手，自己就是找对人了。而随着电棍的不断落下，没多久男人就被活活打死了。看着男人的尸体，老于觉得自己前途可期啊，破了案就可以做警察了。殊不知这一幕恰好被路人看到并报了警。没多久警察赶到，是老警察亲手逮捕的他。直到坐上警车，老于才缓过劲儿来，咧着嘴哭了起来。后来老于因故意伤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等他出来时，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可他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打听10年前的连环杀人案的真相。没多久他就打听到了老警察居住的养老院，可没想到此时的老警察因为中风已经瘫痪了，还是照顾他的护士给老于一个信封，说是老警察知道你会来找他，这是他在清醒前写给你的。老警察在信中提到了一个重要人物，一个货车司机，而在他口中老于得知了真相。原来10年前老于追击雨衣人的那天中途，雨衣人突然消失不见，其实不是逃走了，而是不小心被货车司机卷到了车底。司机当时吓得目瞪口呆，可追来的老于正站在不远处，司机愣是没敢下去，直到老于放弃追逐离开，司机才下车查看。但好在车底下的雨衣人没有死，竟然挣扎着爬了出来。司机很害怕，可雨衣人转身就要走，结果下一秒原来真正的凶手早在10年前就已经死了。当初老于真的差点就抓到了凶手，可造化弄人呢，老于认了，案件已破。而现在这里已经没有老于值得留恋的东西了。他想要在离开之前最后去看一眼曾经工作过的工厂。此时的工厂面临拆迁，已经变得破败不堪，只有一个大爷看守。老于和他聊起天来，说自己97年还在这获得过劳模呢。谁知大爷的一句话直接令老于五雷轰顶，一看你就不是这个厂的，保卫科没效益，
找女朋劳模啊，从来没给过保卫科。此时老于听了这话，似乎意识到什么，他转身快步离开。最终老于和曾经的工友们看完了工厂拆除的全部过程，看着泛起的滚滚烟尘，属于他们这一代人的记忆被泯灭在了历史长河中。第二天，老于准备坐大巴离开，而这时天空下起大雪，广播里传来天气预报，原来暴雪将至。有人说啊，暴雪将至是披着悬疑的外套，诉说了一个时代的变迁。这么看来，好像确实是。可能有很多宝们对于前面大爷的话有点疑惑，但其实很好理解。但前提咱要说明，这些啊都是阿松哥的个人理解啊。阿松哥猜测，或许凭劳模的事儿，还有燕子徒弟的存在，全都是老于幻想出来的。毕竟劳模的事情有大爷的话作为佐证，而燕子和徒弟死后，老于竟然什么事儿都没有。直到后来他发现了猥琐男人的线索，而这条线索才是真的。所以老于一心认为啊，男人就是凶手，最终导致了自己的悲剧。所以说啊，做人呐一定要低调啊，越有人夸你啊捧杀你，你就越有可能成为笑话。再者，不要过多的想着过去的荣耀，或许这些东西根本不存在，即使存在，也或许都随着一声爆炸消失了。Goodbye, everyone.